万万没有想到，肖战新剧最先爆的居然是猪蹄儿。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近日谍战剧《谍报上不封顶》发布了新的预告片，由肖战饰演的任少白一句“给我打包一份德兴馆的焖猪蹄儿”，直接让这道美食原地起飞，火出了圈。网友们行动力超强，火速开启了晒单打卡。任少白同款焖猪蹄儿，德兴馆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家招牌菜会因为一部剧迎来高光时刻，甚至有网友称猪蹄儿已经订不到了。娱乐圈顶流的影响力真的不是盖的。这次焖猪蹄儿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奇妙联动。一部剧不仅能够带给观众精神上的享受，还能够挖掘出城市里的宝藏美食。说不定呢，等到正式播出，剧中其他的美食和取景地也会成为热门打卡点。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传播呢？肖战健身的时候没见着有人动，这一句台词倒是让大馋丫头们合理吃上了大家主打一个理智追星。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我定制的体制内肖战。看到谍报上不封顶里的任少白，直接懂了什么叫成熟男人的极致魅力。表面是傲娇风流的少爷，可转过人后却能一秒收敛，投身于如履薄冰的危险谍报工作。那股浓重的人妇感，高智商加持的运筹帷幄，再加上上位者的沉稳气场，活脱脱就是小说里那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叔叔。一身白西装时，完全是名利场里有刃有余的中心，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被所有人捧着的从容贵气。而一身黑的造型则是另一种感觉，微微皱眉时的锐利，胳膊上鼓起拼劲的张力，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酥感拉到极致。梦海里的肖春生浑身透露着高知家庭养出来的温润，人肤感与少年感奇妙的融合在一处，再简单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像是量身定制的高定。那股属于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干净与端正，总让人忍不住心动。不愧是现役法拉利感觉路过都能被帅死的程度。我说肖战就适合演这种把所有人都当狗耍的剧，没人敢反驳吧。一个谍报上不封顶的路透，把民国贵公子和权谋大佬演绎的淋漓。任少白表面上是傲娇风流不务正业的阔少，私下里却是游走于刀尖的谍报人，看似逢源权贵流连风月，实则以身入局获取机密。调查追捕，这帮搞谍报的真是没思维。好看的皮囊是他的伪装，温润儒雅亦是他盘拨周旋的利器。而当他褪去外壳，狠厉坚韧的外表下，却藏着一股忧郁清冷的故事感。转身回眸，轻抚眼睛，像是回望，又像在告别。微微蹙眉，看向药品，眼里有不容察觉的一滴泪。身段好到光是站那儿，没船票也想跟着走。兼具少爷的金贵和地下党的野性，完全少男熟男两面人格果然一面千人，戏路宽的没边了。闺蜜，这期是我给你定制的斯文败类黑道男友。二刷《藏海传》才发现秘密，木道机关原来是青天剑外包项目的测试题是楚怀民出的考题。马车里的对话其实早已暗中标记好了每一个人的命运。《藏海传》最早的一场高潮戏，那一定就是黄龄的密室逃脱戏了。说一下这场戏里边5个细节。一，藏海在这场戏里边登场的时候，用了编剧最经典的一个技巧，俗称救猫咪。一般主角出场的时候会有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男主出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失控的马车即将要踩到一个小孩，男主把他救了，或者说女主在路边喂养小猫咪。这样的好处就是让观众第一下就带入了男女主的视角，觉得男女主是好人，在之后的剧情中更容易站在男女主这边。藏海传这里边没有简单的套用，而是给父子设了一个难题，最后藏海出面解救了。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比一般的救猫咪桥段更复杂更花心思。二，马车上的对话和站位其实早已暗中标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首先根据对话的多少和站位，观众会自然而然把这5个人根据亲疏程度分出类别来。观众最关心的就是范六和杀猪匠，而他俩也是最后死的。他俩离主角最近，且只有他俩有台词。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另外的3个人也做了区别，一个就是开始坐在主角旁边镜头稍微多一点的人，他的衣服颜色和其他人也都不一样，只有他和主角是亮色，其他人都是灰色系，一直在有意识的给他露脸，有意识的引导大家关注到他。他也是在墓道里边第一个尝试逃脱，让大家以为他可以带着大家顺利逃脱的人。剩下2个人在马车对话里边他们是背景板，最后死掉的时候也是在中间部分最恐怖的时候，通过他俩的死来营造墓室机关恐怖的氛围。快蹲下！
背景板的2个人死掉也很合理，是因为他们俩距藏海太远了，一个在最前边，一个在最后边，所以他们没来得及反应，没来得及蹲下。马车对话的戏份，这5个人和后面目视机关里边5个人的戏份其实是一一对应的，而且有很明显的区别和层次。这个就是用心制造的剧和那种粗制滥造的剧，他们在细节上的区别。人家用心制作就是细节有很多，很花心思。3，第一次看《藏海传》的时候会觉得目视机关这场戏为什么还要对标着演另外一场戏，就是平津侯在靶场射靶的那场戏。结果二刷的时候发现啊，原来在给大家讲目视机关的这个全是楚怀民设计的，是暗香哥想找真正的风水先生，所以他把所有和风水只要有一点点关系的人就都拉进来，他想找到那种隐藏在民间的高手，真正的厉害的风水先生，只有真正厉害风水先生才能逃出这个密室。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平津侯这句话证明此时主要负责项目的还是青天剑的楚怀民。这是断骨套，是前朝流传下来的木葬机关。而藏海口中前朝留下的机关，证明这道考题不是楚怀民设计的，只是他自己找的一道很难解的高数题，他自己也不一定能解开。大人，有人出来了，去禀报侯爷。藏海出了墓时，楚怀民已经提前等在那儿，证明他就是在找真正能解了这道题的人，真正的高手。快说，怎么出来的？是用一诊兽坐镇，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这个时候楚怀民还想偷偷的从藏海口中套出标准答案。至于目视机关是怎样的题目，解答过程是怎样的，参考书是什么，其实都是有详细考证的，用了很严谨的九宫八卦的一些古代的典籍知识，而且答错之后，这些惩罚机制也很严谨的参考了古代的知识，对应了人体的各个器官。具体是怎样的，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期视频，详细的给大家解答里边的很多知识点，看完你会爱上我哦。剩下2个，再下一个视频。肖战的带货能力不得不佩服啊，人家明明没有带货，只不过电视剧的台词当中说了一句德兴馆的焖猪蹄儿，好家伙呀，网上愣是给人家猪蹄儿买的脱销了，那就惨成这样。而且这句话你结合任少白的人物设定来看，他明明就是一句暗号嘛，来一份德兴馆的焖猪蹄儿，这德兴馆很有可能就是情报的中转站，而这焖猪蹄儿呢，就是代指某一件事的暗号。所以这句台词呢，2个理解方向。第一种呢，就是情报藏匿于猪蹄儿当中，通过反复购买将情报来回输送，但是频繁购买呢，一定会惹人生疑的。而这第二种呢，相对来说就安全一点了，焖猪蹄儿只是某一个行动的代号，通过购买不同的产品来传递不同的信息，也就是说焖猪蹄儿是一个意思，红烧猪蹄儿可能是另一个意思。那么基于预告给出的台词呢，目前只能分析到这儿。有人说谍报上不封顶呢，很难像藏海传一样，就是大家一起讨论接下来的剧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剧它和藏海传不一样，这剧它有原著啊，有原著的情况下，这野生编剧他就没法乱猜了呀。但是没事啊，作为野生编剧呢，有原著我们也不怕，我们不看不就完了吗？两眼一闭就是编，而且你怎么敢确定导演完全会按照原著来拍呢？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电视剧没有完结，我们的创作空间是无限的。